恋爱的时候他就。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莫先生29岁，来自长沙，自由职业；女嘉宾张女士29岁，来自长沙，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片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觉得现在的生活有点迷失方向了，是吧？是的。我看你最大的抱怨好像是家庭冲突把双方父母给带进来了，是吧？是的。现在怎么了？两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家庭冲突更大一些。就是说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然后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们就去领证了。领证呢没多久又怀孕了。怀孕了就想说快点把婚礼办了。我就跟他说他也没有上心，然后他父母也从来没有过问过。因为那个时候我问过我父母，他说来的人数不能够确定，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给他老爸回复。在我的概念里面，两个人结婚了就请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吃一个。但是结婚我觉得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本来都应该是男方来张罗的，最后变成了我父母包办了。打电话问他们就报个人数，他们就说一句哦，反正我们也不会来什么人嘞，你们自己看着办了。把我到底当什么？我真的觉得就很心寒。我的父母这边也没有管我，基本上从上学做事他们都不管我。虽然我父母没有做什么事，但是我出了力啊。我想问问谁结婚？我们两个结婚呀。那你弄你不正常吗，兄弟？他说我没出力啊。亲戚后来都去了吗？亲戚后来去了，走的不是很多。一桌就一桌呗，这事儿就过了吧。反正婚也结了，娃都有了，还追究这干嘛，姑娘？然后吧，就不是说我生孩子吗？就第二天就是预产期，预产期的前一天还要跟我吵架。第二天生完孩子，一条短信都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我当时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他没有陪产啊？那时候碰到一些生意上的问题，他找我吵架，拿我见都不想见了，还跟你说什么话？啊？你说什么？我说我那个时候特别生气呀，我就不想理他呀。不是为什么呢？给你生娃，你。因为没生过娃，这根本就没这个概念，你知道不？哦。我就还以为是一个人一样，就像平时那样不想理他了这种。他倒是坦诚，就说反正我那会儿在气头上，我就不想搭理他，而且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然后生完之后呢，就回来之前的前一天，我们又因为一些事情又闹矛盾了。第二天就我妈妈一个人来接的我，倾盆大雨的，她也没有来接我。那时候是冬天。这是为啥？那个时候还生气呢？也是吵架，生意上是他硬对着我来，搞得我就不想去接他了。我正好就……你们俩这生意是合伙吗？有时候是合作，反正我们是一起做生意，就必须要互相商量。有时候。哎呀，这买卖还是拆开吧，你看看这弄的绝情啊！那你至少看儿子吧，也没去。我也没去。哎呀，那你让他多伤心啊！是吧？特别心寒。他不承认错误，本来我也没多大脾气的，后来被他越顶撞越搞得脾气大。对你这脾气就是一种小火变成了一个大火了。行，后来呢？带着孩子回家了还是回娘家了？我回娘家了，因为我们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孩子，一直都是住在我妈妈空出来的一套房子里。就我们结婚也没有传说中的彩礼这些啊。生完孩子回来呢，也住在我妈妈那个空出来的那套房子里。我当时是说出去租啊，我本来租过一个房子，他不愿意，非要我住在他母亲那里，然后还说他母亲对我怎么好怎么的，应该还感谢他怎么。那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们也确实住在那里了。好，就算不住在那里，我觉得偶尔提点东西，提几个水果，
他都没有提过，也没有给过我父母1分钱。我觉得你妈妈就是死要面子。上次过年虽然你跟我打过电话让我提点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她要吃什么，她是吃西瓜还是吃什么别的水果。我等一下提上去又不喜欢，我觉得这个送礼根本就是不重要的，她是缺什么吃的吗？她明明就是想在亲戚面前，最基本的这种不是，那你就要面子而已。不是，那你过节给点过节费行吗？人家买嘛。我给过哎，他妈妈不要哎。妈妈为什么不要啊？装样子呗。哎呀，哎，你们俩当时是怎么好的？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你看中这小伙哪一点了？当时我们是在英语角认识的，后来就互相留了电话。当时觉得他英语这方面特别吸引我吧。啊，你跟他母亲关系好吗？不好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观点不合，聊几句天就会吵架的那种。因为他老妈觉得我爱吹牛，他老妈就是那种打工者的思维。你跟他父母关系好吗？我觉得也没到不好，但是他们对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大家就是基本的礼貌一下，客客气气。对。那现在你们住这个爷爷奶奶会来看孙子吗？他就是说有次也有过来看，因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对我不好，因为在结婚啊这些也没给过我任何房子啊什么都没有嘛，然后我就不想让他们看我的孩子，所以当时呢我跟他又大吵了一架。我父母说要来看孩子，他说那不来，那我有事嘞，我就骂了他。他凭什么不准我小孩见我的父母，还把小孩推出去？我觉得这就很过分了。后来就我自己也想通了吧，我觉得我们之间是陌生人，但是我小孩还是希望有爷爷奶奶的，所以就没什么就直接。你们夫妻俩做事可都够绝的哈！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打算吗？其实呢，我对他没以前那么喜欢了，但是为了小孩，还是有一些方面要来求助他，因为没有。求助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能一个人带小孩，我就不跟他在一起了呀。这是因为小孩的牵扯到了，没办法。行，明白了。你对这婚姻怎么看啊？因为我觉得有小孩了，孩子只要有了就是一辈子的责任，不能中途放弃的。所以我觉得为了小孩，为了家庭，所以我今天会来到这里，我想解决一下这些问题。你们现在的这个家庭财务是个怎么情况？其实他有给我，就是赚得多的时候会多给我，赚得少的时候会少给我，没赚钱的时候也会想办法给我。但是呢，去年18年大概3、4个月吧，他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所以大家现在那是因为我有了小孩，就要分精力，就没时间出去跑业务，所以经济就断了。哦，他也带娃是吧？对。对孩子上心吗？上心。不否认这一点是吧？不否认。婚姻到了这一步了嘛，大家都就彼此相对客观的评价一下对面的那个人，好不好？你先评价一下你的妻子，3个优点，3个缺点。优点就是比较漂亮呗。乐了。第二就是比较还在乐着，勤奋。第3个就是出去了会给老公面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吧？缺点呢？那个嘴巴总是叨叨的念，好烦。爱唠叨。还有呢？还有就是情商很低，不懂怎么沟通吧。他情商低哈。还有吗？好像也没什么缺点了吧。没了哈。我突然一下子忘了。好，来，哎呀，你看他乐的，你有心没心呢你？来，说吧，对面这男人优点。很努力吧。努力。然后他个人对我挺大方。第3点就是挺正直吧。你看，各花入各眼嘛。就他还觉得正直，来，是，缺点就是说对长辈不会孝顺这些的为人处事不周全。第2点就一上火了，他有点控制不了情绪。第3点就是就从来没给我过过生日和节日。行吧，你说一件你妻子最伤你心的事儿。就是我从美国读书刚回来，我1个月只赚1000块钱，但是我那个时候还给他800。后来都赚个5万块钱，我会给他3万块钱，他还说我对他没以前好了。他说那你以前给了我个80%，现在这1半都不到了，越来越少了，我就特别的气愤。我说你会不会算账呢？说一件他最让你寒心的事儿。就是他跟我说
他跟他父母关系不好，可是当很多事情牵扯到他父母的时候，他其实又会站在他父母那边，就让我觉得很心寒。所以挺有意思的。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这是我妹妹的话，我就跟她说，这男人压根儿就不能要，你知道吧？这你要是我弟弟的话，我听你妻子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会说兄弟，咱得考虑考虑。就你们俩有时候真的把事儿都做得挺绝的，但是通过问你们俩的优点和缺点和你们说到的最伤心的一件事儿的时候，我发现你们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段情感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跟我们常人对于情感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对这感情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解读的东西，怪怪的，说不上来，但是能触摸得到。老师们好好给分析分析，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有人情味儿吗？一个普通朋友都不说生孩子的事儿，就到北京了，大包小包的你来接个飞机，我们都会去一下，更何况带着你的骨肉回来。然后呢，女生也非常震惊的是，让你说一件最伤心的事儿，你最伤心的事儿居然不是在于他对你的冷漠，而是在于还是会向着他爸妈。那不废话吗？你儿子跟你以后关系不好，他能不向着你吗？就你们这个逻辑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不明白。那我表达一点吧，就是人总该善良一点。男生用善良的心去看待一下身边的人，看待一下为你生儿育女的这个女人。对于女孩来说的是什么？隐忍不如崩溃。但是我劝你也别崩溃。如果你觉得还能坚持下去，那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离开这段婚姻了。你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或者打着孩子的名义怎么样。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想想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点女人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看一看周围的女孩是怎么样生活的，看一看周围的女孩她们的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咱们先把世界观掰过来，再去论其他的事情，好吗？好，谢谢沙娜老师。来，曲总，你们两个在一起很难说情感有多深，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都是各取所需。男生说的很明确，女孩就是3方面优点：漂亮，能做家务，并且在外面能给你带来面子。你对她唯一不分开的诉求就是她能够照看孩子。是的。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很低，但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你。为什么？因为你身上还有她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她给你的优点的3点之一。大方，这就是她在你身上看到的需求。你就是在自我麻醉。她某一句话说你还是那么漂亮，立马你就笑了。你能不能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原则？如果都没有的话，她只能是通过满足你的物质上的需求来维持这种关系而已。但是她不是爱你，她是因为她自己无法抚养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至于你们如何走下去，或是能够走多远，不在于我们，在于你们，在于你们之间的利益是否还能绑定，还能有所图。如果没有所图，你们肯定就会分开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婚姻不仅仅是爱情，是感情。婚姻中的男女其实真
但有一点的解读，就他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冷漠，一定是有你骨子里让他瞧不起的地方。他在整个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就是对你也是一种傲慢，包括你那时不时的脸上不该笑的时候的笑容。你妈还拿房子给他住哎，人家一点不领情，还说你妈不好哎，你有什么好笑的？你妈全心全意是为了你好，给你们房子住，他不领情也就算了，他把你妈在这个舞台上基本上没说一点好处。而且男方在开始小片里面就说了，我觉得相爱是2个人的事儿，是你说的吧？是的呀。那你干嘛要在这个舞台上说人家妈呀？就是你至少保持对长辈的基本尊重，你别提这个事儿，心里有意见别在舞台上提呀。你还是个留学回来的呢，你还有知识、有文化、有素养，不懂得尊重人吗？所以他今时今日会养成这样对你不重视、对你妈不尊重的习惯，都是因为你造成的。你不给自己父母长脸也就算了，你基本上得维护自己父母的自尊。你还笑得出来，我真是搞不明白。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关怀自己的妻子，不懂得尊重老人，这种婚姻还有持续的必要？我觉得有一个逻辑，你看这样对不对？相爱是2个人的事儿，对吗？嗯。尊重年长者是不是也应该基本做到的？是，你们俩结婚，拿你那套逻辑和理论，我们俩结婚了嘛，我可以不通知其他的人，你通知没通知啊？通知了。你不是还通知了一桌呢吗？你别通知啊！你们俩结婚就你们俩的事儿，别让大家给你们祝福啊！干嘛要大家的祝福啊？做个见证呀！你见证什么呀？这就是我在形式上面我不要你这一套繁文缛节，可是我在内容上我又要你这套东西，那不就是在我人性上面什么对我有利我取什么吗？这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我真觉得你今天好好反思反思，不是说喝了2天的这个洋墨水回来之后您就怎么着了，该尊老尊老，该爱幼爱幼，基本的传统的东西别丢了。你儿子以后也可以这样是吧？你儿子的媳妇儿可以跟你媳妇儿一句话都不说是吧？这是他的事情啊。啊，你看，所以我们不是要逼着你们夫妻俩离婚，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要正视一些问题，在他骨子里面或者他现在所表达的这套体系里面是有问题的。至少今天你们夫妻俩对于你们婚姻这段过往的描述是被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所以你们自己也会累啊。你不觉得格格不入吗？爱一个人要学会爱他身边的所有人，也许你做不到爱，但是你至少可以包容。如果你认为那是你要的人生，我们当然无法阻止。我要想一下。没关系，这个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交流啊。我们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说你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很多东西，被大多数的人不能够理解。行了，接下来就是人家夫妻之间的那点悄悄话了嘛，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妨自己去想一下问题的本质，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我们要负起责任，这是对小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既然有了他，就把他养好培养好，像主持人那样。虽然我不能接受你母亲的观点，或者是有些口角，但是我能够包容。来，请亮灯。来，打开你们的记忆箱，我们看你们的记忆里有些什么。来。来，站过来。女生是放了一把钥匙是吧？嗯。为什么呢？就是我来上节目之前，我就租了一套房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反正我觉得我们还是，如果今天如果大家都是想往好的方面发展，还是想继续
走下去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搬出我妈妈的房子，就一起去住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哦，你送的啥呀？我送的是忘情水。啥意思啊？给我一盆忘情水，让我一生不流泪。就是说以后不用天天吵架，天天吵得我要哭了，脑袋晕。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形式，像这种，我可以负起个当老公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好你的生活，然后相互的成就，共同的进步，然后把小孩抚养大。行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啊。来，请关门。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不是在这里干嘛？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们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只是我的专属天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请亮灯啊！来，谢谢你们分享啊！谢谢两位，请回。